一无所有，上帝会收回他所给予人们的一切，作为人类过度攫取地球资源的惩罚。在物质飞速发展的今天，谁会想到我们明天的生活将会怎样？煤荒、油荒、电荒，面对全球范围的能源紧张，人类能否找到一种有效的途径，解除我们在这个星球上继续生存下去的后顾之忧，并且不再以破坏地球为代价？在北京市西南的丰台区王佐镇南宫村，钻探队已经工作了近10个月，钻头深入地下已经接近3000米。然而直到现在，工作人员仍然一无所获。深度已经接近储油层，也许不久井口就会喷出石油或者天然气。然而这些却并不是工作人员想要获得的东西。此次钻探的目的是要寻找地心之火的产物。这口井呢，计划要打3500米，因为它的含水层啊，含水的层从3000米开始，要钻到3500米。出水量呢，我们估计的是800方到1000方每昼夜。地热是地球上最强大的力量之一，它在地球的最深处涌动，一触即发，没有任何东西能承受如此高温。多年来，科学家梦想驾驭这种能量，利用它的副产品，在摆脱石油、天然气的同时，将此井转换为清洁能源。这就是地下热水。北京是一座著名的城市，作为历史文化名城和2008年奥运会的主办城市，它更加让世界瞩目。但是同样受人关注的还有它的另一面：城市污染、煤烟型污染，以及随之而来的空气污染。为了治理污染，政府曾决定把一些重度污染的企业搬离市区。首钢和东南郊污染企业是2大污染源，2个污染源全部搬迁后，市区空气污染压力才会彻底减轻。在2008年奥运会之前，计划将这些污染企业全部迁出5环之外。这种举措缓解了一部分城市污染，但是对于拥有1600多万常住人口的北京而言，满足人们的日常生活仍然需要燃烧大量的煤炭，给城市空气带来严重污染。然而，源自地下的热水却可以有效地缓解环境污染问题。每开采120立方米的地热水，就可以少烧1吨煤。如果每天开采2.4万立方米地热水，1年就可以减少100多个燃煤锅炉，减少750多吨向城市空气中排放的粉尘。二氧化碳、二氧化硫等有害气的排放也会随之大量减少。2008年对于北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年，即将召开的奥运会主题被确定为绿色奥运。要想实现这一目标，就要使用清洁能源。这些可观的数字意味着北京开发地热资源迫在眉睫。在王佐镇的钻井工地上，专家和工作人员还在忙碌着。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明白此次钻探的意义所在。如果能在这里找到地热水，不仅可以利用清洁能源减少城市污染，同时也为日益严峻的能源匮乏问题找到了一条出路。据估计，地热的总月含量约为地球煤炭总能量的1.7亿倍。如果按目前世界动力消耗的速度全部消耗地热能，使用4100万年后，地球的温度也只降低1度，而且不会遗留其他有污染的物质。如果有效地把地热加以开发利用，它将为人类的生活带来不可思议的变化。
显然，地热资源是一种十分理想的环保新型能源，但也绝不是随处可见、轻易可取的。不是所有人都住在火山上，而地质热点只占地球不到10%。地热水是大自然馈予人类的礼物，然而有幸能够得到的人更是少之又少。冰岛便是少数的幸运儿之一。冰岛位于北大西洋靠近北极圈的海域，世界2大洲的板块交界处，岛内地震与地热孪生，特殊的地理结构形成丰富的地热资源，这使得冰岛首都雷克雅未克是世界上最洁净的首都之一。北京是否可以成为雷克雅未克？在这座城市的地下有没有足够的地热资源呢？郑克言，中国能源研究会地热委员会主任，国际地热协会理事，多年从事水文地质和地热勘探研究。他说，史书上早就有对北京地热的记载，有些至今还能看得到遗迹。在《昌平山水记》一书中写道：“汤山在州东南30里，有温泉可浴。”这就是北京的小汤山温泉。小汤山温泉最早的历史记载是在元朝大元一统之上有记载，到现在是700多年历史。这个池，我们看见这个池子呢是康熙5年1666年修建的。我们看这2个是长方形的池子，正南正北。东边的池子在北边挖的深，西边的池子在南面挖的深。这东西2处温泉池遗迹深12米，内部结构复杂。而它们建造的位置恰恰是在小汤山的一条热水地质断层上。从2个水池的面积来看，要想一边施工一边排除里面的水，绝非一件易事。看来古人的智慧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所以我们也很惊奇，在1666年的时候能够到水面以下5米，因为至少这个修建的话，把石头的地基要放到5米的地下，那么5米地下再打柏木桩子，这个在当时来说，要排干这个5米的水，我们算了一下，要一天要4000方的水，那么这么大的水量的话，当时只有水车，人力水车才能做这个排水，恐怕要在挖了个大坑摆100部水车才能排这么大的量。在位于北京小汤山疗养院的后院，温泉的遗迹不止一处。这里至今还保留着乾隆御笔的九华溪秀和慈禧太后的浴池遗址。这是小汤山疗养院的后山，是慈禧太后洗浴的温泉浴池的遗址。泉水呢就从这个山上石头这儿流出来，流到这个池子呢就是蓄满温泉水，这是大概37、8度。这里有个闸门，闸门开了呢可以流到南面，完了闸门一开呢可以流到这儿，这个就是慈禧太后洗澡的池子。原来这里还有一间房子盖着，她在房子里洗澡，但是这个房子已经坏了，就看不见。5、6年做调查时照这个照片已经没有房子了。1716年，皇家派人疏浚了温泉，建造汉白玉温泉池，在小汤山修造温泉行宫，乾隆时扩建，历时数百年。不难想象那些王公贵族们享受着奢华舒适的生活场景。温泉正是地热这种形式最直接的表现。小汤山保留至今的多处温泉遗址，是历史上北京地区使用温泉的见证。北京以前有3处温泉，一个是延庆西北角一个佛峪口的温泉，那个是北魏郦道元《水经注》里就描述了，所以到现在1500多年历史，这一直到现在都还是在滞留了。第二个呢是小汤山的温泉，小汤温泉历史记载是从大元一统之元朝时候开始有历史，
700多年的历史。还有一处呢是海淀区温泉村的温泉，那个呢历史记载比较少，就是说民国时期是有，但是到解放初呢它就流不出来了。小汤山的温泉呢一直流到1972年。科学测试的结果显示，北京拥有较好的地热资源，也可以成为地热的受益者。究竟是什么原因造就了北京地区丰富的地热呢？在楼上啊。你好，欢迎各位小朋友到我们园区参观我们的地热科普知识。然后它主要是让你了解世界范围内开发地热的一些程序。随便咱们看一下，这个呢是一个地球剖面图。这剖面图呢，它就说由内而外，随着温度降低呢，颜色呢会逐渐变暗。地壳呢后围是33公里，也就是从这儿到这儿，它的厚度是33公里。它呢也是移动的，就是它呢阻挡了地层深处最大热量还有能量，所以说我们人类呢才能更好生存在大地上，我们就在地面生存。这个内核的最高温度呢是多少度？达到了6000度。地幔层藏在地底深处，这里有翻腾的岩浆和高温岩石燃烧地下水穴，就像茶壶般压力大增。假如出现裂缝，这就是结果。当岩浆喷发到地表时，就会形成壮观的火山。阿姨，咱们这儿有没有火山呀？没有火山是不是就没有地热呀？咱们这儿没有火山，但是没有火山呢也有地热，因为呢大地板块呢它是移动的。咱们看下这个呢就是火山岩石标本，有火山的地方呢都有这些东西。没有火山也可以有地热。火山的地区呢，就是说这个岩浆这些热源靠近地表很近了，所以它把地壳浅层的地下水呢都加热了，都成了热泉、喷泉出来了。但是一般来说呢，这个像小汤山有温泉，这个地方没有火山，它是有比较深的断裂到几千米的深度，也可以把几千米深度的热量通过断裂带里边这个水的对流，也可以上升起来，上升到地表。我们就在这个地方，我脚底下踩的就是2980米深、出水70多的地方，地热水啊。咱们看一下，这个呢就是红灯的区域，也就是我们南宫这块地热田。咱们可以看一下，这样1号是这对，1号的。大家看啊，当然整个是一个对这个刀形的，大家看它像不像一个刀形啊？像。对，这就是1号城区地热田。菜刀。它就说每一盏红灯代表的是一块地热田啊。地热资源呢，一般来说是有3个条件，就是第一是要有保温的盖层，就是上面有被子这样覆盖住；第二呢是要有热储存，就是在地下一定深度的地方呢有能够储存水的这么个空间；第三个是要有热源，热源就是从地底下来这个热对流或者热传导。有的时候也可以说加上第4个条件，就是有断裂的通道，因为靠近断裂通道呢有强的对流，这个热的就更快一些。这支钻井队已经在王所镇工作了13个月，工作人员要用钻探手段把地下几千米的热水带到地表。然而对于地热工作而言，钻探本身就是难以克服的障碍。与石油和天然气钻井架不同，地热钻井架所要寻找的不是孔隙较多的低温岩石，而是地底深处的硬岩石，因为那里才是地热的来源。打石油呢，它的油是漂在水面上的，那么需要有上面一个这个圆底锅似的倒扣盖着，它才能封闭。如果断层一过呢，这就破了，这个油气全跑掉了，一点也封不住。但地热不一样，
越是深的井是必须要靠断层，不靠断层，那有温度就没有水出不来。工程必须尽快，因为开发地热资源和每天钻井的开销大得惊人。在地下，钻井设备遭遇几乎钻不透的岩石，钻头更是要经受住高压和高温的冲击，工作难度相当大。而最常见和昂贵的受损设备，也就是钻头。每个钻头造价3万元，每开采40米左右就会磨损。随着开发钻井深度越来越大，一般井深都达到数千米，总投资费用数百万至千万元。这种投入让开发人员几乎不能有失误。这个任务已经持续了13个月，目前钻到3000米的深度，却还是一无所获。地热开发是一项经验和科学技术相结合的工作，这些工作人员究竟有多少经验呢？他们的科技设备足以应付这些一切都未知的地下世界吗？作为这座地热井开发的总工程师郑克言，1970年就参加地热工作的他，见证了中国地热事业发展的整个过程。而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这项新兴的科技刚刚起步的工作被迫停止了。那时候还是文化大革命还进行到一半，我们这个那时候的水务大队原先1000多个人，技术人员将近200人，全下放去了，80%到了武器干校去农场种田去了。我还算好在钻机上当钻探工人。直到20世纪70年代，当时的地质部部长李四光意识到地热作为能源的重要性，他动员全国有关部门说要恢复这项工作。石油价格涨了2倍3倍，那么各国政府就考虑到要替代能源，新能源当时说，那么地热呢也是可以作为新能源替代能源之一。地质部嘛，首先要探明哪儿有这个地热资源可以供开采。一个电话就给我从钻机上叫回来，说成立地热组，那时候凑回来12个人，成立这个地热组，就开始要搞地热。于是开发地热工作全面展开。1970年元旦刚过，水文地质工程第1大队就开始了水井测温的一系列工作。这次他们运用了电法和重力勘测。那么同样的物质，同样的岩石，如果温度低，它的电阻力就高；如果是温度高又含水，它的电阻力就很低。所以电法的探测呢，就是探明地底下，800米开始电阻力变低了，到1000米电阻力很低了，那么我们推断那差不多是这个热水层。这个电法、磁法、重力、地震，这个都属于地球物理方法，就是用地壳这个物理性质来推断地底下是什么构造。由于早期设备相对落后，工作人员也十分辛苦。为了避免有轨电车等电场的干扰，他们不得不采取与常人不同的作息规律，在特殊的时间进行勘探。但是北京城里呢，这个一个电线电网太多，一个是电车开过来，呜一下，它就一股电流来在这干扰，所以那时候这个电法勘探就是，那时候北京汽车电车总共加起来也就是40路吧，连郊区加起来40路，所以这10点钟就停了，这个10点开始干，到5点电车又出来了，所以10点到5点之间做电法。终于在1971年的2月，在北京东部的大郊亭成功钻出39.2度的自流热水，这是北京首次成功开采的自流地下热水。5个月后，北京火车站钻出了53度的自流地下热水，至此宣告北京地区的地热田被发现了。
几座热井的成功开发，虽然让北京有幸成为可以享用地热资源的城市，但是一系列的问题也接踵而来。有的地热井已经出水，但是算出的热水并没有让现场的工作人员为之振奋，因为水温很低，而且水量也是少得可怜。这一切都和人们预想的差距甚大，也与巨大的投资不成正比。要想充分利用地热，必须要能相对准确地勘测出它的位置和范围。是否有更好的方法可以帮助人们实现这一目标呢？在北京郊区的这片空地上，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与地质研究所的勘探队正在用设备进行勘探。他们将预测出这里是否适合开发地热资源，并为在哪里搭建钻井架找出准确的位置。虽然我们无法直接看到地下的景象，但是借助电力却可以清楚地了解地下的结构。这是一种叫做可控源音频大地电磁测深法，是目前在地热工作中应用最广的方法之一。这种方法可以推断地下的岩层构造和附水层等在地下空间的分布情况。首先，勘探人员要建立一个发射电磁波的人工场源。挖这坑就是它是有源发射，这边供电的时候呢，它做一个电极。这个挖下去以后，把那个铝箔铺上，然后把电线呢接到这个铝箔上边，然后那边通过那个发电机往地下供电，然后把电线放在可以导电的铝箔上掩埋起来。接着，勘探人员在测区要沿路放线，并且还要摆放与测线垂直的磁探棒，以便记录磁场值。这样就可以得到一个简称电阻率的数据。这些数据将成为这里是否会有地热水的依据。电力来自于几公里外的汽油发电机组，这些被大功率逆变器转换成不同频率的方波，通过长导线和相距2公里外的铝箔电极向地下供电。虽然早期勘探也有不同的方法，但是现在的设备可以勘测到地下2到3千米的深度，这是以前的工作人员所不能想到的。随后，工作人员在7到8公里的距离之间用电台通讯，开始测试地下的结构。14次。明白。这台测量仪器呢，就是要对地下空间的这个电磁场的分布进行测量。那么现在看呢，这台仪器呢，这个是接线柱它两边我们在这个测区要布置测线，这个测线就是一条直线，像这边这边有放线的，这个一直就放过去了。然后在那个线上边呢，要钉很多的电极，这个电极就测量电场。那么还有呢，我们放在那边的那个磁探头那个磁探头是测量磁场。那它把这个电场和磁场之比它就是波阻抗，我们所说的电阻率吧。这个波阻抗叫卡尼亚电阻率，我们习惯上就称为电阻率了。地下热水的电阻率较低，而周围岩石则是高电阻率，两者相差几十倍甚至上百倍。当数据汇聚成图时，这个地区是否含有地下水就一目了然了。王佐镇南宫村的地热开发工程采用的就是这样一种技术。地热勘探队的工作人员根据各种来自地下的数据，认为这里应该是一处值得开发的地热田，并且依据 GPS 坐标提供地面钻井井位和钻探深度。
即使钻井已经在预定的位置开始开采，勘探工作也没有停止。接下来的工作将从新鲜采集的岩石样本入手。钻井队每隔2公里就会带来一种岩石样本，这些来自地下的岩石样本将被仔细地分析，因为它们带着地下世界的所有信息。所说的就是有岩石性质，这岩石性质是不一样的。这个岩石比较浅的呢，就是叫硅质白云岩。白云岩就是碳酸钙和碳酸镁，但是它还含有二氧化硅比较高。这一层呢，经过断裂的破碎，地下水的流动，它有一些小的溶洞，所以这一层是含水的。那么比较黑的那些呢，就是叫页岩。页岩就是说泥土、压实、变质，它是不透水的，不含水的这个盖层。所以这个井呢，已经钻过了这个3000米的保温盖层，钻到了含水层。地下热水是由地球表面的大气降水渗漏到地壳下面，在地下不同深处被热岩体加热了所形成的。地下水的深处循环和来自极深处的岩浆侵入到地壳后，把热量从地下深处带到近表层。在有些地方，热能可随断层裂缝自然涌出，以热蒸汽和热水的形式到达地面。被热水经过的岩石就会变成这个样子。工程师通过对不同深度岩石样本的分析，可以逐步印证最初对钻井井位和钻探深度的判断。在王佐镇，这座钻井已经钻到地下3000米了。按照计划，这里应该已经是出水的地层了，很快就能打出超过45度的热水。但是工程队还没有发现任何出水的迹象。这里并不是王佐镇第一次开发地热井，在2000年10月22日，王佐镇的第一口地热井喷出了73度的热水。2005年2月4日，第2口热井也成功出水。这2口井如今都在为这里的居民生活提供着清洁能源。如果这口井也能如愿出水，王佐镇将会得到更多的地热资源。但是13个月的开发和钻探，近1000万的投资，50多个报废的钻头，这里真的会有人们期待的地下热能吗？现在我们只能翘首以待。